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那么道指呢，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一轮反弹。我们看到啊，它的反弹的起始位置啊，是我们非常重点关注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也就是说32600点这个位置开启了一轮反弹。这轮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是日线级别，经历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目前为止已经到达反弹的一个目标位，也就是说这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已经顶到了一个波峰连线连过来的压力位附近。所以呢，昨天晚间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相对高位的十字星。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非常接近于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因此呢，这个位置是有可能发生一定突破的。但是突破的重点位置呢，我认为是在站上33600点以上啊，才能开启一轮正常的正式的突破。在突破之前呢，我更多的认为这个行情啊，道指的反弹在这里容易出现围绕波峰连线、波谷连线，也就是说在33500到33200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那么比特币目前完全没有跟随道指的反弹行情最近从3月3日一直到3月7日一直是横盘震荡，完全没有做出任何跟随美股的表现。那我认为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能够出现震荡甚至突破，比特币最终会跟随上来。那么关键点位，刚才我们提到了33600点这个位置，如果道指能够发生日线级别的突破行情，那么比特币会有一段上涨跟随上来。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首先我们看一下比特币4小时级别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可以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位置也是变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上，我们看到它的一些变化，首先是跌破三角形结构，跌破之后在焦点这个位置上被焦点的吸引力作用价格牺牲上来。提升上来之后，遇到25000美金的这个压力位，并且呢形成了一个平头哥的行情。平头哥的这个位置非常难以突破，所以在这个位置回踩下来。回踩下来之后，在行情当中可以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矩形结构，也就是说它的一个震荡区间。但是我认为这个矩形结构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它的内嵌在里面的一个矩形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连接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个波谷，并且呢连接它的波峰，忽略掉上方的这段震荡。可以看到目前的收敛三角形，它是一个角度逐渐收窄的一个结构。我们认为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么在行情当中重新接近新的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就容易发生更多的变盘动作。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美股目前是一个容易出现变化的一个阻力区间，在这个阻力区间如果能够出现震荡或者突破的话，那么我认为比特币在这个区域上就有可能出现一轮行情。那么同时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观察到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分别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这里面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它的反弹力度是最强的。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看到1月20日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了之后，上方的所有的震荡呢都认为是八戒阳线。那么目前为止，它的调整和震荡呢几乎将八戒势力范围完全杀死，但是呢悟空阳线没有完全杀死，这样的在行情当中就有可能重新激发出来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这样呢是有机会的。那么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八戒阳线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周线级别大的时间级别的多头趋势没有完全破坏掉。那么在周线级别上，上方就有可能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所以呢目标点位仍然保持在28000美金不变。那么比特币从这个3月3日一直到今天连续震荡了4个交易日震荡之后呢，我认为它正在等待美股出现一定的动作。如果美股出现突破的话，比特币一定会跟随，因为目前行情当中美股出现了连续的上涨，但是比特币一直是横盘震荡，这样呢在形式上美股和比特币完全出现了一个背离。那么背离之后呢，还是容易出现同步的现象。所以呢，如果美股出现继续向上的行情或者是震荡的行情，都会给比特币的多头提供一定的温床因此呢，在目前没有跌破结构的情况下，我认为比特币还存在多头的趋势在这个趋势影响下呢，目标点位仍然保持在28000美金。
那么以太坊呢，在4小时的结构上非常类似于比特币，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然后中间是内嵌了一个矩形结构那在这个三角形逐渐走向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仍然有突破的可能性。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非常猛，和比特币完全同步。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目前处在一个悟空阳线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当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矩形结构。同时呢，调整的周线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那么目前处在8节阳线势力范围。那么如果走出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目标点位2000美金。那么我们关注的 CF 目前它之前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然后做出了一轮日线级别对称性的调整。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8节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目前正处在一个接近焦点、一个变盘的位置上。如果在小日线级别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站上0.22美金，就在小日线级别上小日线级别的50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这就会形成一个突破的行情。目前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阻力位，如果能够通过阻力位就是一个突破的行情。同时呢，伴随当前的结构，上方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我们可以看到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同时是一个变盘的位置，所以呢，目前要有一定的仓位。如果能够发生突破性变盘，目前它的一个目标点位大概是在0.28美金附近这个位置是非常容易出现变盘、出现上涨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K 线吸油战法当中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原理，我们看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同时做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就容易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上涨。同时呢，当前行情在小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当前它的一个均线系统容易出现多头的趋势，也就是说，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作线144均线和169均线作为观察线，在小日线这个级别上，如果操作线能够正式的突破观察线之后也就是说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就容易出现一轮上涨行情因此呢，对于 CF 目前它是有机会做出这样的突破的。突破的重点点位0.22这个位置一旦站上去之后，它的空间将要打开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日线级别上涨之后，日线级别下跌，同时形成收敛三角形，它会面临着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的出现。同时当前的结构接近近焦点附近，它是一个变盘的区域因此呢，这个位置发生突破性上涨的概率非常大。Magic 是一个次新币种上线币安的时间非常晚在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上线了币安。上线之后呢，我们观察到次新币种出现了一轮报复性的上涨达到了404%。这样的上涨呢，我认为是超级主力的行为，同时也是庄家的行为。那么虚拟货币的庄家呢，往往是项目方那么项目方持有行情当中最多的币种，所以呢最多数量的币所以呢它容易在上线平台之后上线重点平台之后做一波拉升，然后在高位去套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得出它的一个上涨趋势呢，几乎是做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呢，它做了一轮和刚才我们提到的 CF 类似的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4小时级别，可以通过波峰连线、波谷连线画出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收敛结构。那么目前呢，它正处在一个下跌收敛的一个变盘区域，也就是近焦点附近的这个变盘区域。那么如果能在1.3美金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是筹码支撑位，如果能够发生支撑性动作，就可以看到1.63美金这个位置呢是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对于 Magic 来说，我认为它是本轮行情的一个热点它主要是游戏和 NFT 板块的一个热点。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做日线级别调整，那么日线级别调整完毕之后，容易做什么呢？容易做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在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4小时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到达它的这个压力位附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正处在一个变盘的区域上，因此呢，当前的这个位置，我认为可以设置一个1.25美金做止损然后顺势做它的什么呢？做它的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动作。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 APT涨幅和涨速也非常漂亮它的一个上涨呢，我认为它是一个
两轮日线级别上涨细 U 啊构成的，同时呢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那周线呢，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八戒阳线走出来，沙僧阳线这个震荡位呢，它出现了过多的调整，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它也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 U。那么它是一个两轮的日线级别下跌细 U 构成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波波连线、波谷连线在日线级别上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啊，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在焦点位，这个焦点位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筹码支撑的，因此呢可以设置一个10.5美金做止损啊，如果它能够出现一个两轮日线级别下跌细 U 之后，能够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细 U 啊，目标点位可以看到13.3美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这种把 K 线拟人化啊，拟人化之后，我们能非常清楚的掌握目前所在位置，未来有什么样的趋势啊！感谢大家，再见。